这一秒是什么？是瓦伦西亚赛道尽头只快了1秒的那一秒，也是你凌晨爬起来想放弃却没能停的那一秒。我们邀请他来向你分享那些训练的时刻、比赛的心情，一个人跑过的路和那些时间。他不是来告诉你他有多快，他是来告诉你我们独自跑过的那些分秒会有人懂。因为共同经历过的1秒我们很近，他是偶像，他是镜子，他是大破节。2026年3月26日上海，我有幸能够参加高驰签约运动员大破节的上海见面会。小伙伴们中午好，看后边那是哪儿？高驰的大破节活动，要讲述那1秒的故事，瓦伦西亚的那1秒。那天我坐在家里看直播，那1秒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上海，这里是大破节上海见面会的活动现场。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位朋友都听过大破节的名字。没错，他就是黄种人马拉松的天花板。他34岁的时候依然创造了日本马拉松的全国纪录，他是无数跑者心目中的传奇和标杆。而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故事，第一次来到了上海。话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期待已久的跑者传奇大破节先生，掌声有请。好，那首先呢，欢迎大破节先生为我们的各位现场朋友们一起来打一个招呼吧。まず一言ご挨拶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忘れちゃったさっきのなんだっけ。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是高驰双月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能够因为跑步的缘分，我们简单的聚在一起然后非常欢迎大破节先生，然后也很欢迎大家。所以在瓦伦西亚马拉松的比赛的整个过程之中，其实你也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跑出更快的自己，而不是说想的是能不能快到终点前破纪录这样的一种心情，是吧？そうですね。特にレースの時は大破节说，对他来说，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更多的不是去考虑所谓的记录或者数字，而是去考虑当下的风势、风速、温度以及他自己的配速怎么样。所以他更多的是关注每一场比赛当下自己的状态，而不是去考虑这个数字。但是那1秒终究是破了，所以当您意识到自己破了纪录的时候，到终点的时候，那一下就是您看到了2小时04分55秒这个成绩出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最後の400メートルで出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で。大破节回忆到说，在瓦伦西亚的赛场上，大概最后400米左右，他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所以他最后400米是一个冲刺的状态。这个冲刺的状态很棒，能够去第3次更新自己的记录，对他来说也是更新一个他自己好几年都没有打破的记录，所以觉得非常开心。那么在你看来，为什么说这1秒钟是无比巨大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感而发的呢？大破节说，这1秒对于日本纪录来说是1秒，对他本人的记录而言，大概有30秒左右的一个巨大突破。其实，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大家知道他其实有很顺利的时候，当然也有我们认为的低谷期。对他来说，这1秒的更新是他长时间去突破低谷、不断坚持和努力的一个结果。那大破节先生也说过就是留下的也不只是记录，因为衡量一位运动员的职业地位的，除了记录之外，还有大赛荣誉还有对同时代的运动员的一个这种胜率等等，所有一些可能是超越记录之外的东西。那对您来说，您觉得一个跑者能够留下最为珍贵的、比记录可能更持久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到底是一种精神呢，还是一种方法呢，还是说一些大赛荣誉呢？等等等等。そうですね。2つあって1つは。大破节说，对他来说，其实留下来的东西主要有2个，一个是想给下一代新生跑者留下他的技术和经验，希望能对各位跑者有帮助；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仅仅对跑者们，而是面向我们所有的人。他想告诉所有人的是，这个精神的本身其实是更重要的。あとは挑戦する大切さみたいなところを伝えていきたいな、レガシーとして残してい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那3次破马拉松纪录的这18年、20年和25年，
这时隔7年，就是自己感觉身体和经验上整体的变化在哪里？有没有？そうです。違いとしては大伯杰说，对他来说，更多的是用一种更沉着冷静的心态去面对新的记录。可能在年轻时打破记录的时候，有很多外向的成就感或者喜悦。这一次打破记录，更多的是一种对内的，可以沉淀下来与自己对话的力量，让自己越来越沉淀到自己的世界，专注在自己的内心。対外的じゃなく対内的なその対話が増えたかなと思います。你瓦伦西亚的这个成绩和你高驰手表的成绩预测只差了1秒钟。我想替所有的高驰的用户啊，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成绩预测以外呢，平时你还关注哪些数据？这些数据有没有对你平时的训练产生过帮助？大伯杰分享说，除了高驰手表之外，他平时非常多的去佩戴高驰的心率臂带。其实跟各位一样，他也非常关注心率的数字。一方面，他会通过心率臂带在训练和比赛时关注心率；另一方面，在恢复期的时候，他也会去看自己体感到的心率和心率监测仪监测出来的心率会有一个差值，可以去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差值，帮助他更好的去恢复。我们高驰手表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每次训练了之后，这个数据会变。这个数据呢，它会对应你自己的一个成绩预测，比如5公里啊、10公里啊、半马跟全马。这个私密问题想问一下大伯杰先生，我们方不方便看一下您的数据，还有您的成绩预测？99.5分。来，我们来看看成绩预测啊，这里可以给个特写，99.5分。这什么情况？来，成绩预测。点亮一下啊，这已经点亮了。马拉松2小时05分11秒，半马1小时01分09秒，10公里28分05，5公里13分39。我的天哪！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当这个数据真实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震惊了。好，谢谢大伯先生，谢谢。让我大开眼界啊！经历低谷，你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有些撑不下去了，这样的一个时刻，我是97，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支撑你继续跑下去？对，5公里16分06，10公里3307，半马11215，全马2833，我还得再努力。就是在今年东京马拉松，到了终点之后，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冯佩友破了全国纪录，他那个时候倒在地上，我们都看到你过去蹲下来跟他有一个交流，那个时候对他说的是鼓励的话还是什么样的话？我们其实很多中国的跑者想知道的那一刻，你到底跟冯佩友讲的那一句话，我们想了解一下。大伯杰说，他在跑步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关注到周围跟他一起跑的人。这一次，冯佩友在他面前领先他1秒钟冲线，冲线之后倒下来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关注这是哪个国家的选手。他只是跑过去，先把他扶起来。对于所有完成比赛冲线的人，他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恭喜你完成了比赛。把他扶起来之后，听说他是来自中国的跑者，并且创造了新的中国纪录之后，他觉得很欣喜，然后再次对他说了恭喜。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工作人员为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送上一个手账本的扉页，这是一个我们特别有仪式感的小活动。请大家每个人用笔在上面写上2段话。一个是你想给自己今年制定的一个目标，想1年后对1年后的自己说的一句话。因为铁三我写的什么，小伙伴们？特别大众的项目，它是有一定门槛的，但是你是他们心中的一个英雄，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些所有关注你的朋友来说一下，你给自己2026年定的目标？我想跑得开心，成绩的、名次的，什么样的都可以。辛苦了。我在这里呢，想问一下大伯先生，方不方便来透露一下，您在2026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大伯杰分享说，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定下来，首先是今年秋季他想要跑一场马拉松，所以他现在以秋季的马拉松为目标，让自己的身体包括训练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对于明年，他的感觉是不要太过着急去确定一个所谓的目标，其实更多的是面向自己每一刻不同状态去进行调整。只要你不停下来，只要你还在奔跑，那么你就在成长，所以不在乎具体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氛围啊
欢快起来，我们要进行一个互动的游戏。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啊，是让大破节先生抽取1名幸运观众，这个是真的很幸运啊，只有1位的机会。通过游戏装置和大破节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赛跑。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跑不过他，但在游戏中的话，那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呢，如果获胜了的话，战胜了大破节先生的话呢，会获得大破节先生的亲笔签名的奖品哦。看看这个幸运的名额会花落谁家。好，我们有请大破节先生先来抽取1名幸运的观众。现在我们看到了工作人员在给大破节还有给我们的这位选手2位朋友呢是在脚踝上绑了一个感应器。这个游戏的规则呢是谁的步行快，这是Switch的吗？哎，谁的速度就快。你别看大破节的步幅有应该往上呀，他的步行还真的未必能够有我们小哥哥的快。所以说呢，现在就以这个步行啊论胜败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准备好 ，On your marks， Go！ 哇哦！现在内圈的小伙子 A01号姚领先，大破节选手当仁不让，他在试图从外道超越。我们还记得他是日本的3000米纪录保持者，他的3000米只用7分40秒。看来他的优势不只是步幅，还有傲人的步行。此刻2位选手的步行已经来到了200以上，哇，他们俩正在并肩前行，不分胜负。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100米的距离，2位选手拼冲刺了。这个时候，我们 A01号姚领先，大破节选手，哎呀，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大破节。我的天哪！来，我来领我的签名飞页了。大伯，这是你签名的扉页，可以放在手账本的。感谢，小伙伴们看，这1秒是瓦伦西亚的那1秒，也是你的，可以。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短暂，拿到了亲签的训练笔记的扉页，我在笔记上写的是愿这1年跑得开心。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为了自己的，不一定是只有1秒，为了自己那1秒、那几秒、那几分钟，甚至那10几分钟。也许你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有一个浅浅的梦想，我想破4，我想破3，我想破250，我想破240，我想国1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梦想，有的人实现了，有的人没实现。我觉得实现的人都是幸运的，没实现的人不一定不够努力，只是可能被命运所安排。但是终究实现的人都是努力的。我觉得大破节的这1秒，也许像他说的，当时没有想到，事后觉得很巨大。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冲破240的时候，直到最后的2公里，我才那么的确定。我觉得那种确定是很幸福的，这种幸福比冲过终点线看到时间的时候还要幸福。这种幸福也许一生得不到太多次，因为不可能永远都 PB， 永远都变得更强，但是得到的过程本身就很珍贵。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